我们的网站并不是一家房屋租赁网站，而是一个生活社区。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。他们做情感营销，我们就做快乐营销。他们有钱可以打广告，我们没钱也可以做口碑传播。现在大部分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，个性相对较强，在集体融合度方面，照10年前的大学生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我想，很多毕业生在大学4年宿舍生活过得并没有那么愉快，因此我准备推出一项我的极品室友活动，让大家对那些曾经的室友令人难以吐槽的怪癖集中吐槽。一方面可以抑制北漂生活网对我们进行的合租攻势，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所有毕业生以及在校大学生对我们网站的关注。于鹏岳这是想抄我们的后路啊！那咱怎么办啊？据说他这活动现在闹得声势还挺大的，学校里的学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据说他们还没怎么花钱。这个大宇啊，还真是有两下子啊！他也就这2下子，哗众取宠。我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没错，我们是在踏踏实实的为北漂们服务，而他呢，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不择手段。所以从大义上来讲，他已经输了。咱们先不说这大义不大义，咱们现在问题最主要的是先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急什么？他用在校大学生做文章，我们也做，而且做得更狠，更有舆论基础，更光明正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看吐槽？赶紧上北漂生活网申请青年公寓啊！吓我一跳！现在申请什么青年公寓啊？现在大3，急什么？哎，人家就是给大3准备的，现在申请，明年毕业入住，比同等条件的民房便宜1/4。虽然只能住1年，但最起码可以让你熬过工作实习期呀。他们又出招了，这么快？他们推出了青年公寓第2期，并且声明这期特价公寓只租1年，帮助那些应届的毕业生能够在城市里站稳脚跟，但是合约到期以后全部收回，供第2年的毕业生使用。那这些学生不就会一直关注他们的网站吗？没错，一下子就收拢了人心，好手段。太日，那我早就知道，论资金实力、社会资源，我们比不过他们。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创造力以及对市场的提前判断。现在正是手机 APP 最火爆的时候，幸好咱们早有准备，这一下至少比他们提前了半年。大家再加把劲啊！今天晚上商业活起了！那个于鹏岳那小子以为上线一个破 APP 就能超过我们，那是痴心妄想。要说我们起步也比他晚不了几天，更何况我们北漂生活网有的是钱，有的是人，1个不够我招2个，2个不够我招4个，4个不够我招8个，我就不相信1个月之内我们完成不了它啊！大家好好干，等我们 APP 上线的那天，让李总亲自给我们发奖金。你好，可以这边看一下，扫码有礼物领，有礼物领啊！礼物在这边，你看看这个。送礼啊？我看看。对，很好。啊，你看一下。哦，你扫码，扫这个就行是吧？好。有个 app 哎，要不要扫一下？你没准能便宜点。我来扫。1个月，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不但手机 APP 也上线了，还把特约用户也绑在了一起。我怎么就没想到？大宇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软件开发本来就有这样，进度和投入的人力物力基本成正比。他们速度那么快，那么早启动这个项目，说明他们也下了大力气，花了血本啊。我算看明白了，不管我们使出哪一招，人家就用一招。
用钱砸，手机 APP、青年公寓、校园广告，哪个不是虚的？背地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钱。没有钱，什么都干不成。哎，大宇，这万一也是他们的陷阱呢？他们肯定知道咱们缺钱，所以想着法引咱们花钱，这样就能逼公司出售更多的股份。你可别忘了，老大跟杨哥那边的股份可在他们那边，咱们手里只剩54%了。这万一小雨他再跟他……小雨，到那之后吓我一大跳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这事怨我，紫杉推三阻四的，我也没说非去看看他。你也别自责，最近都太忙了。我真的是忙疯了，不然我一定会去看他的。你来干嘛？我来找小雨啊。现在请你出去。哎，于鹏岳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？腾飞来找……不说我都知道。他们公司占据了 FB46%的股权，现在又来打你这5%股权的主意。李腾飞啊，我还在这儿呢，当着我的面挖人，你好意思吗？真是这么长时间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只会像小孩子一样大喊大叫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你吵，所以请你出去。你心情不好，请我出去？拜托，这是我的公司，麻烦请你出去。这里是小雨的办公室，他有权见任何一个他想见的人。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们在聊私事儿，要好的话你出去好。私事？什么私事？哎，于鹏岳，你差不多啊。腾飞来找我是说紫杉的事情，紫杉自打搬走之后，我每次见他，他都推三阻四的。要不是腾飞实在放心不下去看紫杉，我到今天都被蒙在鼓里。紫杉他一直在生病，整个人瘦了10多斤。哎，说来紫杉也是你的朋友吧？他搬走之后，你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吗？你去看过他一面吗？你觉得别人都像你一样，只顾眼前那点股份、那点利益？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现在要去看紫杉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让小雨给骂了？你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小子，这个点叫我出来，脸上的表情还这么丧气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总不会是打算开口问我？你放心，我就算把自己卖了，也不会管您借1分钱。嗯，就是心里郁闷，想找您聊聊天。那痛快说，是不是又得罪小雨了？李腾飞来找小雨，被我撞见了，后来吵了一架，我以为他是过来挖墙脚的。那其实呢？其实就是来挖墙脚的呀。小雨说完我之后，我还觉得挺内疚的。可等您的时候，我才琢磨过来。琢磨过来什么了？其实这一切李腾飞早就算计好了。表面上来找小雨是为了紫杉的事，可实际上呢，就是想让我看见，然后激怒我，让小雨觉得我就是一个冲动、易怒、暴躁的人。结果呢，他成功了。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是不是傻？明明知道是个套，还往里钻。我当时不是脑子一热吗？那后来呢？后来你向小雨道歉了没？道歉了呀，没搭理我，人家根本就。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听我的意见？
我要是知道怎么让闺女原谅我，我当初怎么会去找你啊？啊？那您之前是怎么求她原谅的呀？各种哄啊，各种心疼啊，给钱，送礼物，带她去吃好吃的。我是她爹啊，对吧？我挣那么多钱图啥？为谁？不都是为了她吗？怎么花钱我都舍得。您这也太简单粗暴了，难怪她一直不原谅您。那你给我支个招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我觉着啊，小雨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些物质上的需求，她要的仅仅是一个作为父亲最简单的关心。我还不够关心她吗？我就差天天跟着她，给她做保镖了。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，您得把自己做回一个普通人，你明白吗？普通人，你想象一下，20年前你没钱的时候什么样？你想象一下，作为一个正常的父亲，该对女儿做些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我知道怎么让她原谅我了。不过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才能去做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啊，自己去琢磨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王叔，我这事怎么办啊？我这事儿，真是当爹比当孙子还难啊！哎妈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死小子，有这么跟妈妈说话的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跟泰真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生米有没有煮成熟饭？每次我问他，他都不好意思说，我只能问你了。哎呀妈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就别在这乱点鸳鸯谱了。我真把泰真当妹妹看了。哎呀，傻小子，妹妹哪有媳妇亲呐？妈妈，你走神儿呢？陪我逛街你都不专心，你怎么大老远的有空来看我啦？不乐意我来看你啊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你这个市长大人平常忙得连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，忽然有空来看我，无事献殷勤，准没好事。怎么说你爸爸的？我这次是来北方市出差，顺便来看你。这样啊，泰真啊，爸爸最近呢要去封闭学习一段时间，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跟你联系了。好，这段时间要照顾好自己啊。爸爸你放心，彭越哥哥会照顾好我的。彭越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呐。如果你们俩能走到一起，我祝福你们。爸爸你放心，我肯定把彭越哥哥给你拐回来当女婿。我很丧。把这个拿着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别打开，这里边的东西是给你彭越哥哥的。答应爸爸，一定要等到他最困难的时候才给他。彭越哥哥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么神秘。没事，爸爸，你悄悄告诉我，我肯定不告诉别人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来，放好。千万记住爸爸的话，不要自己打开，一定要等到他最困难的时候，这关系到你们俩的幸福。哎，这个换是你穿的应该不错啊。是是，
那我去试试。嗯，明天喜欢可以试试看，那边有试衣间。好，谢谢。帮你拿。嗯，好。沉睡啊！我们是知道你们是谁，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我不会逃跑，我来这儿只是为了看看女儿。请你们不要告诉她我的事情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跟我们走吧。爸爸，你快看，好不好看？爸爸。小雨呢？他陪子珊看病去了。算了，不等他，咱们先开会。通过这段期间，大家开源节流，总算为公司又攒下了一笔家底儿。而且第4季度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是1年中宣传的好时候，所以我决定，咱们集中火力，再做一波广告。啊？怎么了？啊什么？快坐。我跟你讲，这波广告主要覆盖在国庆、元旦、中秋等重要节日，甚至在转过年来的春节宣传活动上，我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您还要投广告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老邢，你现在也算公司仅存的元老了，这又没外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行，那我就说了。于总，您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心气儿都挺高的，都觉得这北漂生活网这么打压咱们，他们都扛过来了，资金也开始充裕起来了，都觉得是有盼头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是好事儿，是好事儿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大家都觉得呀，您会把这笔钱留到年底当奖金发的。哎，毕竟现在留在公司的可都是您的死忠啊。大家这一个人当2个人的，忙活了都快1年了，觉得您不会亏待大家。要是知道您把这钱又投到广告里去了，我是怕呀，员工们会有点失望。老邢，说实话，我不是不想鼓励员工，你们多苦多累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是目前公司面临这个局面，可以说是举步维艰。咱们在夹缝中求生存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一些，再强一些。而且我也不是在电视台、报纸、网络媒体上瞎做广告。这次，我想打火车的文章。只要是北漂，这段时间一定会和火车打交道。我们在火车上进行宣传，对我们稳定和扩大用户群体有相当大的帮助。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哎，说实话啊，我自从来了公司以后，确实跟您学到了许多做市场的技巧。哎，您的头脑，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佩服的。不过，我想说句您不爱听的，您真的是不知道这员工们是怎么想的。这员工们啊，他不会考虑你这广告投放的精准不精准、合理不合理，也不会考虑公司现在承担的压力和即将面临的困难。员工们只会看到啊，这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这年终奖没了。哎，看到他们许给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孩子的新家电、新衣服、新玩具没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就算您这广告投放的再精准，可人心散了呀，咱还是有点得不偿失，不是？是啊，大宇，我也觉得你应该慎重考虑一下。老邢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现在能留在公司的不都只是为了钱？如果是为了钱的话，当初李腾飞挖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走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咱们北漂房客网打一次翻身仗的好机会，员工们不会不理解的。只要熬过去，我相信北漂房客网一定会面临新的机遇，我向你保证。
只要公司这次渡过难关，留在公司的员工我一定会重重有奖。老乡，你们就再支持我一次，行吗？于总，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没什么意见，我听您的。老乡，我答应你，等这次推广活动做完之后，我给你加薪。员工那边你就多费心了。哦，还有，为了保密，在活动具体执行之前，我希望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。具体方案呢，我已经发到各位的邮箱里了。你来负责媒体的排期，小雨负责起草合同，和我参与价格谈判。哎，大鱼，那我呢？这次的活动用不上技术部门，你就负责帮我们查缺补漏吧。哦。好，具体呢，我把细节跟大家说一下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喂，菲菲，你那儿还有钱吗？我不是刚给过你们钱吗？哎呀，是你弟弟，他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，昨天说家里洗衣机不好使了。怎么什么事都是关于他呀？啊？你们就不能关心关心我是不是？行，他的洗衣机不好使，要换一个新的。我这还连洗衣机都没呢。哎呦，你个女孩子家要什么洗衣机啊？啊，想当年我不也是一双手洗了几10年的衣服吗？你是姐姐，当然得为弟弟多想一想啊。咱们老程家一脉单传，你弟弟……我弟弟，你们怎么什么事都关心他呀？你们知道你们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吗？啊，这么多年，你除了问他要钱，你关心过什么？你们知道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到底需要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问过吗？为了你们，为了我这个弟弟，我现在自己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！哟，啊，能寄点钱了不起呢，还跟我发起火来了？有本事你跟你男人嚷嚷去！啊，早跟你说了，趁年轻找个有钱人，赶紧嫁了，轻轻松松把钱挣到手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啊，你就是不听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弟弟现在需要用钱，问你要点钱，啊，你还跟我发火啊？你不欠我的呀！血。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想问一下，周然在吗？哦，您找周总啊，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周总可能正在开会，要不您先在会客区等他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俩过来帮我一下。
就知道你不会换密码。于鹏月。你不去找周岩，来找我干嘛？我来告诉你一件对咱俩都有好处的事。我怎么不觉得有什么事儿对我们俩都有好处？看了这个你就知道。你先答应我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，你说是不是应该只考虑价钱啊？这样吧，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10万块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怎么知道你这破纸值不值10万块？当然值了。这是北漂房客网的下一步行动计划。如果你提前知道了计划，暗中给他们捣捣乱，你们的收获可不止这10万。那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一直想要打败于鹏月吗？这么好的机会就放在你眼前啊！行，那看在周岩的面子上，我给你打8折，8万块怎么样？打5折我也不要。2万，就2万。你不要我就烧了啊！1万，你好歹给我一个辛苦钱吧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东西我是不会要的。我和于鹏月之间的事儿，还不需要别人来帮忙。就算是我想赢，他也要赢在明处，不会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侵犯商业秘密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回去把刑法好好读一遍。你想坐牢没关系，但别拖上我。文文，宋哥，请吧。他来干嘛？他来找李总呢。找李腾飞？对。啊，你去忙吧。老李，哎，老李，
他来干嘛？过来当奸细，说是要卖我北漂房客网的最新市场计划，把他轰走了。也是啊，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落在他手里呢？说不定又是于鹏岳弄的阴谋诡计啊！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要。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赢了也没劲。那是啊。哎，说实话啊，在跟你搭班子之前，我和于鹏岳一直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不过你做的一件事儿，我们还是很认同。什么事儿？甩了菲菲。又拿我说笑是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好歹我们也算是有了共同语言，对不对？有时间的话，我会跟你多聊聊我是怎么把菲菲给甩掉的。你先忙着，我走了。喂，喂，是我。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我跟你这种人渣没什么好说。这话说早了点吧，直说了。你手里的那份东西他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。怎么样？聊聊吧。说个地方吧。哎，你别光顾着吃，说正事儿。我要是不吃饱一点，待会儿跟你聊完了，我还有胃口。懒得和你计较，拿来吧。拿来。就这么一顿饭，就想跟我拿东西啊？想什么呢你？你还要多少钱啊？我是看你可怜，才想帮你一把。就你那东西，给李腾飞，人家都不愿意要，能值多少钱？一顿饭，不错吧？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这顿饭，谢谢。给我坐下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坐下。下次有这种东西，第一时间告诉我啊！哎，单还没买呢。不是你先付啊，回来找我报销啊！哎，要是有首次的发票，多要几张，记得啊！又抠又烫，上账。
好。别老爷。哎，老李，老李，具体的，哎，老李，老李，开会呢。这儿再细化一下啊。好。有事啊？好，那今天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做一个具体的方案。这次做的挺不错的，继续加油。谢谢李总，那我们先过去。加油。你快看看，好好看看，保准你有惊喜。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？你甭管我从哪儿来的，我就问你，这方案可不可行？看这个。这怎么这样啊？这两个东西不是几乎一模一样？看清楚了，我们这个是磨了1个星期才出来的，今天中午刚刚整理出来，全公司就这么一份。这可是我花了3万块钱从菲菲那买的。偷了我们的东西又转手卖给我，这个女人！不行，我得找她去。哎，等等啊！你说那东西是从菲菲那儿来的啊？我们这方案中午刚刚出来，他怎么可能会偷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你那份真的是北漂房客网的市场推广计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于梦月和我们想在一起了？没错。那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我们还按原计划进行。就算是没有这份方案，我们依然能斗得过他。他们资金有限，预计的市场推广周期比我们晚开始1个星期，比我们早结束1个星期。这半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广告位给我们，而不是给他们。于鹏月他们这次输定了。是这样的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但是保险起见，你抓紧时间去安排下人，今天下午去找媒体的负责人喝个下午茶，确保我们一定走在他们前面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发生什么事儿？老李，你看，结果花了3万。哦，你放心啊，你的贡献我一定会跟陈老说的，保证年底之前给你一个完美的安排。年底啊？啊，那也行，那就好，谢谢李总啊。媒体已经定出去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咱们可是整整提前了4个月。喂，哎，怎么样了？你说。什么？不
不可能啊！你听错了吧？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谢谢你啊。怎么？回程铁路的广告位已经被买断了，对方的报价比咱们高了10%，投放周期也比咱们长了半个月，所以。小雨，是哪家公司抢在咱们前面啊？是北漂生活网。头发。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咱们也要订铁路媒体？他为什么会抢在咱们前面？这件事情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？不是我，于总，真，大玉，这是不是又是个巧合啊？哪有那么多巧合呀？